对于现在执政马上满1年的川普来说，现在最让他担忧的就是自己的铁杆选民离他而去。在美国啊，一个政客要是没了铁杆选民啊，他就啥也不是。今天他面临了一次小考，那考得怎么样呢？12月2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的国际纵览。5件事。第一件事，今天啊，美国各大媒体头版头条都是田纳西的选举，直接告诉你答案，共和党啊险胜，这个差距就只有不到这个10了。那有人就问，这样的选举按照以前不应该成为一个头条啊，它不就是一个州的议员补选吗？这次啊，实际上是2026年中期选举的一个风向标。咱们就检验一下，在深红区、紫红区的共和党选民，现在在高物价面前有没有醒悟？实际上，真正打醒一个老百姓的，不是什么宏大叙事，而恰恰就是衣食住行的物价。结果啊，我们看到了民主党的参选人虽然没有取胜，但是比以前获得大比例的提升。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像这种州这个众议员的补选啊，你根本就不需要联邦议长的参与。而事实上，约翰逊受到了川普的压力，他本人啊都来到了田纳西州现场来督战的。因为按照美国法律，你联邦的众议长根本就没有权利去干预下边的选举。这次纯粹是党内啊撑不住了，一定要破这个规矩。那我们就能看到，这次呢，中间选民投向了泛蓝，而深红大比例的开始泛蓝。通过这一次选举，我们也看到深红的 MAGA 实际上和传统的共和党人利益产生了分歧。有时候啊，分道扬镳，也许就是1年后的事儿。第二件事呢，对于美国也相当重要，那就是现任的国防部长海克塞斯这个官司他能否扯得清。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今天发的消息，说负责下命令的是海军上将布莱德利，而布莱德利将军正在面临调查。我看了一下《纽约时报》的报道，如果说这个指控成立啊，布莱德利将军要受到军法的从事。那在昨天的节目，我专门讲到，像这种命令指挥链，它是有数据留存的，就怕有人过了以后不认账。既然说防长他不承认，那接下来只能靠证据说话。第三件事也很重要，那就是前一段时间首都华盛顿2名国民警卫队被一个阿富汗的移民射伤，现在是1死1重伤。那件事出了以后，很多美国人说这个不理解啊，因为它不是正常的或者常规意义上的暴恐。它就反映在哪儿呢？你见哪个暴恐分子拿着左轮就上的？你左轮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弹夹呀很小，它也就是6发子弹，而且这个人呢，他的枪里就只有4发子弹。如果按照暴恐的标准来看，这就属于叫不合格。经过最近《华尔街日报》还有 CNN 的报道呢，我们大概能够知道这件事儿它背后可能是美国社会的治理结构出了问题，现在需要补上的问题了。好，我们简要回忆一下，这位前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一直是 CIA 领导的部门，他呢在当地是负责保护美军执行特殊任务的。2021年撤回美国的时候，和他一同回来的这个人数是高达6.6万，这里面有什么厨师、翻译、向导，还有当地的一些服务的人。如果他留下，势必会受到塔利班的清算，而且这个塔利班呢也没什么法治，他往往是直接就处决了。所以为了保护这些曾经的
助手、战友或者说你的服务人员必须把这些人带回来。这个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是有成熟的法律和做法的。那这些人来到美国以后就面临一个什么事儿呢？融入。因为语言是个问题吧，生活习惯是个问题吧。原来他是打仗的特种兵，现在你让他干什么呢？他就有一个职业培训和倾向性的这个售后服务。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像中国的那个军人转业，他原来是打仗的，现在转业回来到地方，你要对他进行培训，让他融入社会啊，这是一套成熟机制。但是老川第二次入主白宫以后，他的财政思路啊，就更倾向于这种白人沾边的，你钱继续保留，像非白人呢，他慢慢就开始削减，而这个对于外籍的融入这个钱，他就咔嚓给砍掉了。我看了一下深入的报道，尤其是英国《卫报》就提到，这个人呢，他来了以后，他开始不适应，尤其是这个老川时期啊，他就开始改行送那个外卖了，加入了亚马逊的外卖，但送着也不是很顺。最让他不能接受的一点呢，就是他有一位战友，就是那6.6万人来的里边，还是他的上司。他在25年得的消息啊，他即将被驱逐。在这儿呢，让他自己对美国的认知啊，产生了一个大大的疑问。因为按照阿富汗人讲，我保护了你们，现在我的战友你却把他送回去，那不就是羊入虎口吗？所以他呢，就是从华盛顿州美国的最西边开着车就直接奔了首都了。他可能是要找老川讨个说法，所以他并没有针对平民，当然了，对无辜的这个军人也是不对的，也是错误的。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事情已经搞清楚，他不单纯是一个暴恐分子，他就拿着他那个左轮里边就4发子弹就上了啊，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泄愤。那如果想改这个问题，仍然是涉及到美国的财政重新分配的事儿。第4件事，咱说一下中国的。经济学人今天发了一个文章呢，是中国的房地产莫名其妙的出现了问题，然后中央也不讲这个事儿了，而且呢，2大机构不再发布这个房产销售数量。作为外国人呢，他可能没有完全看清楚，对于中国人看得很清楚。中国这房子盖的太多了，你就是现在一套房子不盖，这些存量房它都这个消化都需要50年。你想一下，中国人口不变都要50年，那人口还在萎缩呢。所以房子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避之不及的资产，手里拿着的希望尽快出手。而且啊，金融机构各大银行手里的法拍房超过了150万套，而且这个数量明年也许会突破200万套。他们拿到这房子呀，不会放手里，也不会出租，一定会尽快变现回笼资金，提升自己的这个坏账的考核。所以这房子他可能会打个7折、6折他也出手，甚至5折他也要钱，也不要这房子。你说有这么100多套这种5折房要进入市场，这房价肯定再往下低。结果呢，就是没买房子他不着急买了，想卖的你更卖不了。这个实际上还在一个山腰阶段，离那个微型的反弹还早着呢。所以国内有房子的，如果是投资的，建议是您自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第5件事，习近平主席在求是的一篇猛文吓坏了所有的中国人。按说他这种危言耸听的文章，平均1个月他就得来那么1到2篇，但这次啊不一样，用的词儿啊太猛了，一般的党员啊他都得吓个半死。我给你简要摘录一段啊，那边太长了，但是你把那精髓弄清楚就行。他提到这党员要反腐啊，要追求绝对忠诚、绝对纯洁，而且呢要提到刀刃向内，又提到什么呢？要刮骨疗毒，还有什么呢？要猛药去疴，要给这党员下猛药了。再就是什么？要重点治乱。这党员已经够纯洁了，他认为还乱，还要用重点。
他除了这几套方式啊，更重要的一点，他提到什么呢？说党员要破除心中之贼，他认为党员的心里有贼，他不放心。然后呢，结果啊，人家就8个字儿，这才是精髓。他提到叫怎么什么呢？内无妄念，外无妄动。这个妄就是妄议中央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内部的思想不能有妄念，不能想。第二呢，你也不能妄动。你想想，这都什么人呢？脑子不能乱想，身体不能乱动，这不成僵尸了吗？这不成9000万党员，这不成了行尸走肉了吗？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如果这9000万党员成了这种，那4个字叫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就这9000万僵尸治下的10几亿民众，你觉得谁可能有活跃的思想？谁有活跃思想，那说明你不纯洁、不忠诚，他就成为被革命对象。他讲到的什么要刮骨疗毒，要刮谁的骨啊，疗谁的毒啊，要给谁下猛药，要去谁的沉疴啊？那你肯定是那种爱提意见的，平时在网上发个小作文的，你这种人就是他眼里的那个贼，他就把你给去了，对吧？像国内最近有个人呢，是因为投诉自己的街道书记被关了精神病院，关了整整8年，人一辈子才多这个8年，在精神病院里，随随便一个乡镇的那个街道书记，他就有权利把一个公民，而且还是个大学生呢，给关精神病院关了8年。你想想，这法治环境，你还有法说吗？所以说啊，如果你有条件，你最好让自己或者下一代呢，尽量离开这个伟大的时代。等啥时候它恢复正常了，你再回来也不晚啊。因为朝鲜这种地方，实际上只能是行尸走肉，能混得下去的，不可能有活跃思想的人。好，这5件事和大家分享结束了。我另外一个频道大卫军情局今天讲到了乌克兰有一款远程武器，射程达到了3000公里，它就是火烈鸟。火烈鸟的心脏是自己的，但是大脑是谁给它的呢？如果您感兴趣，欢迎关注大卫军情局、大卫观点和军情局2个节目，咱每天都有更新，欢迎您打开小铃铛，咱们明天见。